没有人能拒绝远程魔法狂轰滥炸的魅力，可我抵抗住了诱惑，选择冷门的近战魔法。同学们都以为我脑袋被门挤了，堂堂学院天才竟然做出这个自断后路的选择。可只有我知道，10年后魔神撒旦将会降临大陆，远程魔法对那个男人起不了一点作用。我本是这个大陆最强的魔法师，魔神撒旦降临时我带领最强的魔法小队迎战。可即便我们使出了5位一体的远程魔法合体技，却始终无法突破魔神撒旦身前那层防护罩，而他仅仅只是挥了挥手，竟就让整片大陆尸横遍野。看着同伴都被魔神撒旦踩在脚下，我步步的思考，抡起拳头试图锤飞那个混蛋。不曾想却意外发现近战魔法能造成实质伤害。但我的远程魔法虽然称得上大陆最强，可近战魔法这条路我只是学了点皮毛，没有任何意外我败给了魔神撒旦。就在我濒死之际，胸前蓝色项链绽放出耀眼的光芒，这是学生时代校长送给我的时空项链，听说在生死存亡之际能逆转时空回到过去。念及此，我暗自立下誓言，如果能活下来，我定将选择近战魔法这条路。待我再次恢复意识，睁开双眼，后背竟是被人狠狠敲了一下，回头望去竟是一张熟悉的脸庞。可我记得雷欧早就不在了才对。看着眼前魔法学院的大楼，我竟是真的重生回到了10年前的学生时代。那这一次我定会选择近战魔法这条路，不会再让魔神撒旦毁灭大陆的悲剧重演。就在我憧憬未来之际，雷欧猛然打断了我，并示意我接下来轮到我选择魔法之路。随后我3步并作2步快速走上讲台，隐约间听到了台下的妹子们对我的议论声，她们似乎对我这个学院天才的选择很是在意。伴随着老师摊开双手打开了魔法书，一股雄浑的魔力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。下一刻，无数条魔法之路出现，任我挑选。老师示意我3、4、2后行，只因一个人的精力有限，只能选择一条路走到底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会选择远程魔法这条路，就连上一世的我也是选择了这条路，成为了最强。远程魔法的优势非常明显，攻击距离极长，甚至能风震无伤磨死对手。可遗憾的是，远程魔法对魔神撒旦起不了任何作用，所以这一世的我毅然决然放弃了远程魔法这条路。随后转身朝着近战魔法的方向走过去。闻此，老师满脸的不可置信，他不愿意看到一个天才自断后路，就连雷欧也对我的行为很是不解。明明商量好了一起选择远程魔法成为同桌的，老师猛然出声提醒我，近战魔法侧重于身体能力，这条只能靠近敌人攻击的魔法之路没人走通，所以你真的要选择近战魔法断送自己的前途。我当然也知道这条魔法路在现在没有任何的希望，但近战魔法却是唯一能对魔神撒旦造成伤害的手段，而我也是为了学习近战魔法才回到了10年前的今天。魔神撒旦，这一世我定将用近战魔法粉碎你的计划。伴随着近战魔法的印记完全融入手面，同学们吓得尿不湿都湿了，学院天才的未来算是彻底废了。这时身后传来书本合上的响声，老师气得颤抖不已。他本想在我选择远程魔法后将我收为徒弟，而他的真正身份是魔法学院远程魔法系的首席主任，他有绝对的自信把我调教成大陆最强的远程魔法师，这份荣耀也足够他啃一辈子老本。闻此我并没有理会，当务之急还是尽快学习近战魔法要紧。距离魔神撒旦降临只剩下短短的10年而已，可我在学院里转了一圈，还是没找到近战魔法的教室。这时我听到了同学们议论我的声音，好像在说选择了近战魔法就废掉了之类的。闻此我并没有理会，而是前往另一栋教学楼寻找。突然一声妹子的惊呼吸引了我的注意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极其愤怒的红发妹子。原来高年级的男同学仗势凌人抢了妹子的胸针，这可是能储存法力的高级道具。然而带头的黄毛完全没有怜香惜玉的绅士风度，手背远程魔法的印记闪烁着凝聚出火球来，紧接着以极快的速度脱手而出袭向刚刚的妹子。只见妹子将魔法的力量灌注于脚上，躲开了攻击，而这便是近战魔法的基础。物理提升，通过将魔法作用于身体某个部位极大化，加强身体能力。随后妹子将魔法转移至手上，幻化出一把法力匕首。黄毛自信满满，左右开弓，凝聚出火球。远程魔法对近战魔法有着绝对的优势。片刻之后，妹子节节败退，很是狼狈。她还没碰到黄毛的衣角就败了。黄毛趁胜追击，再次甩出3发火球。关键时刻我冲入战局，一把抱起妹子躲开火球。这妹子毫无疑问是近战魔法部的人，救下她就当做带我去近战魔法部教室的补偿。黄毛一伙人很快认出了我的身份，毕竟我作为学院天才早已成为各大魔法部哄抢的存在。可在看到我手背上近战魔法的印记后，黄毛目露凶光，露出狰狞的冷笑，单手一招再次凝聚出一个火球。在他眼里，远程魔法完爆近战魔法。念及此，我有必要教会他强弱并不取决于魔法的路数，而是使用魔法。黄毛左右开弓，火球席卷而出，开启狂轰滥炸模式。我学着妹子的模样，将魔法的力量灌注于双脚之上。黄毛的火球只能跟在我身后吃灰，就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。闻此，黄毛很是震惊，这动作不该是人类能做出来的。看着我的身影越来越近，可黄毛硬是碰不到我一点。急眼的黄毛将2个火球揉成一个更大威力的火球。念及此，我将魔法力量汇聚于手上，具现出法力长剑，一剑斩出更大威力的火球，直接被一刀两断。黄毛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火球会有被切开的一天，就连妹子也满脸的不可置信。闻言的我告诉了妹子这波操作的真相，魔法与魔法之间的碰撞考验的是使用者对法力的控制，我的微操更加细节，所以我赢了。然而黄毛并不认可这种理论。
他决定凝聚出超大号的火球证明自己，但我并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。抡着巨拳对着他就是一个冲锋。此时近战魔法的力量已经作用在我的右拳之上。片刻之后，黄毛轰然倒地，失去了意识。他肚子之上还残留着一个沙包大的拳印。近战魔法的使用跟预想的一样，只要在射程之内，我就能酣畅淋漓的战斗。黄毛的同伙吓得尿不湿都湿了。近战魔法什么时候能够逆袭战胜远程魔法？看着我逐渐靠近的身影，以及缓缓摊开的右手，他自觉地将妹子的胸针交了出来，并声称他也是听从黄毛的命令的。对此我并没有理会，示意他带着昏迷的黄毛有多远滚多远。随后我将这胸针还给了妹子，看她刚刚拼命的样子，这东西对她一定很重要。接过胸针后，妹子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兜里。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妹子蕾拉竟然认识我。不过她很是意外我会选择近战魔法。在得知我在找近战魔法部的教室后，蕾拉猛然想起刚刚已经打过上课铃了，于是她在前面领着我前往近战魔法。看来近战魔法不受人欢迎是有原因的，就连教室都位于校园的边缘。一路上蕾拉缠着我教她法力常见的使用方法，竟然能够切开火球，真的是太帅了。通过黄毛这一出，更加验证了近战魔法的可行性，后面完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延伸出更多的打法。上一世的我跟校长喝咖啡时知道了一个秘密，校长竟然走了2条不同的魔法之路，瞬间打破了我对魔法之路的认知。原以为一个人终其一生只能走一条路，可校长左手的魔法印记我从没有看过。当时校长跟我卖了个关子，并表示等时机成熟了就会告诉我。可后来魔神撒旦降临之时，校长就被暗杀了。到最后我也不知道那个神秘魔法印记的秘密。片刻之后，蕾拉带着我抵达近战魔法部的教学堂。此刻门口正坐着一个人影，但我并没有注意到这些。我正为如何让这一世的我得到校长青睐发愁。待我们走近后，一个光头老师的身影猛然占据我们的视野。光头老师似乎对我迟到一事很是在意，他示意我甚至可以不用来这里上课，无论我以前的成就有多么辉煌，只要进了近战魔法部，那就是垃圾无疑了。闻言的我一把掰开了他的手。难道你对自己教授的近战魔法没有一丁点的自豪感吗？可这句话恰恰戳中了他的痛处，一把揪住我的衣领，扬言要给我点教训。身为学生就要有学生该有的样子。闻此我不卑不亢，据理力争。近战魔法还有很多可能性等待着我去挖掘。光头老师也懒得跟我废话，直接带我来到近战魔法部学员训练的地方。眼镜男将近战魔法的力量灌注于双手之上，暴喝一声，狂暴的魔法攻击倾斜在巨石之上，瞬间塌开，竟是连一道小小的裂缝都造不出来。而这便是决定在班级里排名的一种方式。眼前的黑钢石头里镶嵌着一块水晶，刚刚眼镜男制造裂缝就是为了提取水晶。此刻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，这里的学员们想尽一切办法都没能打破石头取出水晶。片刻之后，光头老师为我找到一块空着的石头，并给我10分钟时间证明我口中近战魔法。闻此，蕾拉看出了光头老师的故意刁难。先不论10分钟不可能完成，光是这块石头就比其他学员的石头大上了1圈。对此，光头老师并没有理会。只见他掏出秒表提醒我时间只剩下9分钟。我拍了拍蕾拉的肩膀，示意她不用担心。随后我伸出手感受着石头内部的魔力流动。可光头老师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说着垃圾话，扬言我要是服软道歉的话，就给我增加点时间。片刻之后，我拒绝了他的建议，并表示只需要10秒钟我就能击碎石头。闻言的光头老师一脸鄙夷地看着我。你知道10秒钟意味着什么吗？蕾拉同样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要知道这块石头的密度比起其他学员的都要大，就算是光头老师亲自出马也不敢扬言10秒钟结束测试，最快也需要半小时才能击碎。闻此，光头老师扬言不会给我第2次机会，他眼睛都不带眨的就看我10秒钟怎么打碎石头。念及此，我就让他见识下什么叫人外有。手背上的近战魔法印记绽放出耀眼的光芒，凝聚出法力常见。我不能在这里停下脚步，必须成为这里的第一，才有可能得到校长的关注。一剑挥出，想象中巨石4分5裂的场景并没有出现。闻此，光头老师止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放声大笑起来，心中早已谋划好了惩罚我的各种方式。然而下一刻，他脸上的笑容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只因为眼前的巨石轰然碎裂。看这数量，说有上千块也不为过。片刻之后，我手捧着水晶拿到他的跟前。10秒钟，1秒不多，1秒不少，刚刚好10秒钟。念及此，光头老师吓得尿不湿都湿了，只因这不是一个学生该有的实力。蕾拉更是满脸的不可置信看着我。没想到我真的完成了10秒钟击碎石头的壮举，同学们纷纷停下手中的训练，看向我这边。在他们眼里，我的实力已经超越了光头老师。可光头老师坚信这块石头10分钟都不可能打碎，所以认定我一定是使用了作弊的手段。闻此，我否定了他的看法。就这么一块石头，还需要花费10分钟？我看你还是回炉重造，重新当学生学习吧。闻听此言的光头老师瞬间抱起准备出手，却被身后一个威严的声音打断。男子那壮硕的手掌一把按住光头老师的光头。你这家伙又开始犯浑欺负学生了是？男子是近战魔法部的首席教师罗伯特，他一眼看穿了我能感知到巨石的魔力流动，然后瞄准巨石最薄弱的地方出剑打击，才完成了10秒击碎巨石的壮举。所以你这家伙身为老师，难道连这都看不透？话罢，罗伯特示意其他学员停下手中的训练工作。接下来，光头老师要给大家演示下魔法防御。随后，罗伯特将魔法的力量凝聚于右拳之上，一拳轰出，将光头老师击退数米远。只有光头老师本人才能体会到这一拳的分量之重。紧接着，罗伯特缓步朝我走来。他对我加入近战魔法部表示欢迎。小伙子，我看好你，刚刚那一剑很不错，有我当年的影子。
闻此，我肯定了罗伯特老师的看法，我定会利用近战的优势，成为全年级的第1名。念及此，罗伯特教授被我的激情深深感染，并示意我想学习近战魔法，随时可以去找他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此刻罗伯特心中多了一个想法，他准备将理论上的训练模式应用在我的身上。片刻之后，罗伯特再次集结了训练场上的所有学员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我即将公布的是，没错，我们需要挑选出参加交换赛的代表。这是8个魔法部门为荣誉和声望而倾尽所有的重大活动。每个部门出一个代表，轮番战斗，决出最后的胜者。上一世的我作为远程魔法部的代表拿下冠军，从而得到了校长的认可，所以这一次近战魔法部的代表一直我势在必得。这时地上的巨石碎片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下一刻罗伯特老师的话拉回了我的视线。原来在我之前已经有人击碎巨石取得了水晶，而不同于我用法力长剑击碎石头，那个人用的是他自己的拳头轰碎的巨石。看来刚刚脚下的巨石碎片就是出于那个人之手。放眼望去，角落处的身影吸引了我的注意，没想到巨石碎片竟是从那么远的地方飞来的。男人名叫色体，刀削般的脸庞配上魁梧的身材，很是壮硕，跟我们站在一块足足高出了好几个头，这令人窒息的高度差压迫了。色提对我加入近战魔法部很是意外，明明我身为学院天才有着更好的选择，比如远程魔法。闻言的我给予了他想要的答案。近战魔法对我来说更具备挑战性，而我恰恰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。色提认为近战魔法最看重的可是身体能力，为了学习近战魔法，他努力了17年才训练出这个身体，所以你这具瘦弱的身体没有任何角度赢过我，不想输得太难看，就趁现在认输，让出代表的名额。不愧是近战魔法部的种子选手色提，上一世的他就代表近战魔法部参加交流赛，然而这一世的我加入了近战魔法部，那么就算是强如色提也得乖乖给我让位。就在这时，罗伯特老师走了过来，示意我们友好相处，要打就等1周后的代表选拔赛上见真章。念及此，色提率先离场，临走之际留下了不死不休的豪言壮语。不过他确实有狂的资本，就连其他同学都认为色提的赢面比我大，唯一支持我的只有蕾拉一人。这妮子对我有种迷之自信，但我当即否定了他的看法。现阶段的我没有任何角度赢过色提。闻此，蕾拉满脸不可置信的看着。但事实就是事实，色提那家伙的身体素质我靠正常训练永远也比不上，好在我有个秘密计划，有希望后来居上。闻言的蕾拉当即来了兴趣，跟上了我。片刻之后，我领着蕾拉来到一棵耸立入云的大树前，而这里就是只有我一人知道的秘密特训地。只要在这里训练，1天能顶3天用。只因这是一棵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圣树，感受着身上萦绕着绿色的治愈光芒，我很庆幸这一世的我又得到了他的认可。只要身上挂上圣树的祝福，我就可以恢复我流失的法力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只要我待在这里，就完全不用去担心法力的消耗，我也能因此挑战我训练的极限。尽管如此，蕾拉还是很为我担心，毕竟色提可是一个天生的近战法师。可以想到我之前帮他找回胸针的壮举，他决定深入敌营，为我带来色提的第一手情报。片刻之后，蕾拉来到近战魔法部的健身房，色提的卧推快的连影子都看不清。很显然，这里的杠铃已经满足不了他。念及此，他询问罗伯特老师训练场上的巨石还有吗？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他挥了挥手离开了健身房。片刻之后，训练场回响着色提的呐喊声，这货竟是背了5颗黑钢巨石在做俯卧撑锻炼。闻此，蕾拉吓得尿不湿都湿了。色提这体格，谁要是受了他一拳，还不得倒地不起？念及此，他转身拼了命朝圣树方向跑去，必须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才行。此时的我正在圣树地下翻阅着近战魔法书。闻此，蕾拉示意我现在不是放松看书的时候。他亲眼看到色提背着5颗黑钢巨石在做俯卧撑，我自信满满将魔法力量作用于眼睛之上，手中的魔法书翻阅的速度迅速加快。片刻之后，这本魔法书上的内容全被我记在脑子里。物理提升说白了就是用法力加强和控制神经系统，就跟我们想要提升腿和手一样，会下意识将法力灌注于手脚之上。伴随着我将法力灌注于头部眼睛之上，我的记忆力也因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，而掌握了魔法书中理论知识的我，实践起来也更加事半功倍。这时眼前出现一片随风飘散的落叶，念及此，我将法力灌注于腿部之上，一脚踢出落叶，瞬间粉碎。随后我将法力灌注于手部，凝聚出法力长剑，一剑挥出，落叶一分为2。闻此，蕾拉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她从没有见过像我这样学习能力那么强的人，但我深知仅仅只是这种程度还不够，毕竟色提可是天生的近战法师，从小就开始锻炼。突然一个趔趄，重心不稳，狠狠摔在了地上。更糟糕的是，我手臂之上的伤口可怕到极点，这便是我将肌肉的能力压榨到极限的后果。伴随着我将法力专注于提高治疗能力，我的手臂当即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如初。闻此，蕾拉很是心疼，并示意我没必要将自己逼迫得那么紧，也许还有其他的办法。闻言的我当即否定了他的看法，只有用这种超越极限的方法，才有可能拉近与色提的差距。在得知我接下来的1周还准备重复1000次破坏与重建时，蕾拉不敢想象我会怎么挺过这段痛苦的时光。念及此，我示意他不用担心我，只因我从小就养成了持之以恒的习惯。那时候的我还不会使用任何魔法，但我每天都在重复着枯燥的法力练习，即使失败了，我也没有因此放弃。终于在我日复一日的努力练习下，我成功用法力隔空操控石头移动，所以只要能变强，1000次的破坏与重建的苦根本不算什么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蕾拉也得到了圣树的祝福，她跟我一起极限训练着自己的身体，再到后来完成了一击破坏黑钢巨石的壮举。蕾拉这才知道，我能成为学院天才，靠的不仅仅是天赋，更多的是那持之以恒、始终如一的韧性。我也完成了身背5颗黑钢巨石做俯卧撑的壮举，我与色提之间的差距也正在一步步减小。蕾拉看着我，想起了那句至理名言：天才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努力的天才。
很快来到1周后的选拔赛代表比赛，看到我出现在这里，色提很是震惊。他没想到我真的有胆量站在这里。闻此，我给予了他一个势在必得的眼神。我的目标正是冲着代表的名额去的。伴随着罗伯特抬手示意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话音刚落，我先发制人，朝着色提就是一个冲锋。色提按兵不动，双拳格挡在胸前，稳如泰山。闻此，我将法力专注于脚上一发回旋踢，连番的攻击让他疲于防守，无法阻止进攻。一击奏效，色提一直在防守，被我击退数米远。不过色提的防守确实严密，那坚定的眼神看不出任何一点占下风的焦虑。就在我愣神之际，色提一个冲锋袭来，巨拳挥出，扬起滚滚烟尘。念及此，我猛然一个下腰躲过这势在必得的一击。要是中了这一击，这场比赛就结束了。闻此，色提迅速收回右手，与此同时，一发左直拳攻向我的面门，却被我闪。紧接着一发右勾拳呼啸着攻向我，然而我早已做好准备，双手格挡防守下来。连番战斗下来后，色提自信满满，我的身体素质在他眼里终究还是太弱了。所有人都认为色提占据了上风，而我只有被动防守。但身为裁判的罗伯特老师看穿了一切，虽然目前看似色提一直在追着我打，但我用法力控制完美，抵挡下了色提所有的攻击。色提的攻击越来越密集，他有着必须当上选拔赛代表的决心。他和他的父亲出生在一个擅长近身魔法的家庭，恰恰如此，他们一直都承受着其他魔法之路的歧视，所以他色提立誓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改变这命运。其实我也是能体会色提那不甘的感受，这跟我选择近战魔法时同学们异样的目光一模一样。但正是如此，更要攀爬到高处，让那些小看近战魔法的人闭嘴。所以色提让我们一同往更高的目标进发吧。闻言的色提很是震惊，更高的目标在这之前他想都不敢想，但现在的首要目标就是打倒我，成为选拔赛代表。此刻局势迎来逆转，我开始压着色提打。罗伯特老师也看出了此刻比赛来到了赛点，伴随着我一个后撤步拉开距离，色提将法力专注于手上，凝聚出法力长剑，将所有力量灌注于这一剑之上。地面龟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，我也因此被逼到了比赛场地的边缘。此刻我灵敏的步伐也被封锁住。念及此，色提右手青筋暴起，开始酝酿大杀招。可他势在必得的一击却打了个寂寞，原地站着的不过是我的残影罢了，而我的本体已经瞬身到色提的身后。刚刚我将法力专注于站立的地方，也就出现了残影。此刻的色提处于出招的后摇，无法移动，效果显著，一剑斩在他的腰腹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场比赛的胜利属于我。本是一块平平无奇的黑钢石，当遇到他的一生挚爱流沙之后，却诞生出了无坚不摧的岩石巨人。而这样子的巨人足足有一个军团。就在我用法力长剑斩出最后一击后，色提轰然倒地，失去了战斗能力。刚才那一击的含金量，只有承受者他才懂，竟是在最后关头将法力长剑调整为不致命属性，这得要多深的法力造诣才能做到这种地步。下一刻，我的手掌猛然占据了他的视野，他也终于承认了我更强的事实。他更好奇我是为了什么而坚持战斗到这个地步，为了变得比任何人都要强大，为了防止任何东西从我身边被夺走。闻言的色提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原来自己的格局终究还是小了点，败给你这样的人，我心服口服。你是名副其实的近战魔法部第一人。伴随着罗伯特老师将我手臂举起，我也因此成为了选拔赛近战部的代表。几日后，迎来了8大代表面对面交流比赛的时候，临别之际，罗伯特老师嘱咐我小心一点，似乎他知道我即将面临的局面不容乐观。果然，我刚一进门就迎来了其他代表的针对。眼镜男对我的到来很是意外，没想到近战部的代表真的会来参加交流赛。从他手臂上的魔法印记不难看出是傀儡部的代表，就是这家伙的嘴有点欠，上来就出言接近战部一直垫底的短，更是一把踩住我的脚，接着说着垃圾话。小子，真希望你能挺得过第一轮，这样一来就能打破近战部近100年都垫底的记录。近战部就该有近战部的样子，找一个偏僻的角落练肌肉待着就行了。话音未落，我一把踩住了眼镜男的脚。我喜欢你这种独特的问候方式，希望接下来的选拔赛你对上我还这么有底气。闻此，眼镜男瞬间暴起，扬言要在这里教训我这个近战部的代表。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打断了眼镜男，年轻人有冲劲是好的，不过最好留到选拔赛的场地上尽情挥洒。随着校长的到来，也就意味着选拔赛正式开始。这时一个粉发萝莉看到校长后很是激动，当即立下军令状，会在交流赛上斩获完美的名次。上一世召唤部的这个小萝莉可算崭露头角，只不过在最后决赛败给了我而已。随后校长开始宣读选拔赛的规则以及注意事项。本次交流选拔赛将以1对1的形式进行，而我也得偿所愿，抽到了魔法部的眼镜男作为对手。随后校长示意我们要把这次选拔赛当做一种实践，他非常期待在10天后看到我们所有人的斗志。话罢，校长背着手转身悄然离去。念及此，我赶忙跟上校长的脚步追了上去。这一世的我只有这样做才能跟校长说上话。闻此，校长转过头看着近战部代表的我很是不解，校长，我要是赢下了选拔赛的冠军，您可以传授我魔法吗？随后我更是补充到左手的神秘魔法。闻言的校长满脸的不可置信，一股无形的威压席卷整个空间。很显然，此时的校长对我警惕性极强，但我没有选择必须学会他左手的魔法，只因那是对抗魔神撒旦的希望之一。可我又不能说我转世重生的事实。好在我坚定的眼神最终打动了校长，只要我赢下选拔赛的冠军，就能学习他左手的魔法。临行之际，校长还不忘提醒我，他左手的魔法之路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。片刻之后，我来到校园里的板凳上，接下来的10天看样子该好好规划一下。突然，一个傀儡巨人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眼镜男从角落里缓步走出，原来这玩意竟是出自他之手。看来对方能成为傀儡部代表确实有2把刷子，竟然通过法力让傀儡巨人拥有了生命。伴随着眼镜男右手一抬，
无形中仿佛有一条线控制着傀儡巨人。片刻之后，场上出现了足足5尊傀儡巨人。恰逢此时，眼镜男的通讯设备里传出了声音，对方好似在告诉他私下斗殴会被取消参赛资格。念及此，眼镜男单手一抬，解除了傀儡巨人的控制。眨眼间，所有巨人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随后，眼镜男挥了挥手，作势离开，并扬言会在选拔赛上找回场子。经过这一出，眼镜男的实力也得到了我的认可。光就天赋而言，这家伙也算是独一份的。回到近战魔法部后，罗伯特老师开始对我进行特训。第一步就是认识到自己的不足。很显然，我现在的短板就是身体能力。闻此，罗伯特老师很是满意。接下来的训练将彻底补足我这一块短板。色提会将法力专注于速度，扮演多个傀儡巨人，从多个角度进行攻击，以此来模拟跟魔法部眼镜男对练，从而达到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的效果。话罢，色提将法力专注于速度，朝我发动攻击，一击左勾拳袭向我的面门，被我侧身躲。紧接着，色提迅速收回左拳，作势使出右勾拳。闻此，我当即防守身体的左半部区域，却看到色提嘴角露出一抹冷笑，右勾拳竟是虚幻一枪，真正的杀招赫然还是左勾拳。无奈的我只好双臂格挡在身前。果然，我的反应速度终究还是太慢。闻此，罗伯特老师很是满意，色提这一招组合拳使用的恰到好处。伴随着时间缓缓流逝，我渐渐适应了色提的出拳速度和路数，我也抓住了唯一的空当进行了反击。照这种训练模式下去，等到正式比赛的那天，我将立于不败之地。10天后，8大魔法部选拔赛正式开始，场上座无虚席，挤满了观看的人。第一场战斗的主人公便是我跟眼镜男，有比赛的地方就会有外围，可惜的是压我的人少之又少，但这也意味着一旦我赢了，就相当于爆了魔。观众席上的黄毛摸着自己空空的钱包，大声为我呐喊着，这家伙竟是梭哈了全部身家赌我是匹黑马。画面一转，远程魔法部的首席老师和代表也过来观战，毕竟我和眼镜男都有可能成为他下一场的对手。伴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，示意开始，我跟眼镜男的战斗就在这个沙漠场地上进行。闻此，眼镜男很是满意，只因这个场地完美契合他手上的道具黑钢石。伴随着黑钢石缓缓掉入沙子之中，竟是跟沙子完美融合，形成一个傀儡巨人。而这样子的黑钢石，眼镜男足足有数十个。眨眼间，一个傀儡巨人军团集结完毕。当看到2个小孩被一头灰熊追击之时，一定不要吝啬自己的出手相助，因为你的这一举动或许会让女孩命运的齿轮重新开始转动。就在眼镜男召唤出数十个岩石巨人后，这家伙还不忘提醒我一句，岩石巨人可以在这些沙子上无限复活。闻此，傀儡部的同学们一脸理所当然的嘲讽我，并声称比赛结果在开始的时候已经注定。眼镜男更是示意我现在就可以投降，免得待会败得太惨，丢了近战部的面子。闻言的我对眼镜男很是失望，枉费我期待了半天就整出来这么个玩意。念及此，眼镜男满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我，单手一挥，驱使岩石巨人朝我发动冲锋。在他眼里，我俨然已经成为了一具尸体，没有人能在岩石巨人的合击下存活。近战部永远都是垫底的没有之一。就在这时，场上的岩石巨人突然停下手中的进攻动作，我手背上的近战魔法印记当即凝聚法力长剑，仅是一个斩击岩石巨人，便4分5裂，归于尘埃之中。在这之前，我早已掌握黑钢岩的法力流动轨迹，岩石巨人在我面前如同移动的影子。眼镜男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碎成渣的岩石巨人，他始终不愿相信这些宝贝会如此不堪一击。闻此，他双手操纵着法力凝聚出更多的岩石巨人，一个以量取胜的想法油然而生。然而在我眼里，这些只会做简单动作的岩石巨人就是移动的，没有任何的悬念，依旧是一线。岩石巨人在我的法力长剑下瞬间溃散，没有一个岩石巨人能撑到2秒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岩石巨人也算近距离攻击魔法，但在这范畴内，我的近战魔法是最强的没有之一。伴随着最后一个岩石巨人陨落在我的法力长剑之下，眼镜男当即手足无措，试图制作下一批傀儡巨人。然而我矫健的身影已然吸进眼镜男的身体，这是一场对你来说不公平的比赛，只因你遇上的对手是我。伴随着我加注了法力的拳头轰在眼镜男的脸上，眼镜男被强大的作用力猛然击飞，随后轰然倒地，卷起滚滚烟尘，瞬间遮挡住了围观同学的视野。他们很是好奇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待到烟雾慢慢消散，围观的同学终于看到了一个身影出现在场上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那个身影就是近战部的我。闻此，蕾拉兴奋地叫出了声，没想到我真的做到了赢下比赛的状元。其他同学则是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。要知道，近战部已经近100年没有赢下比赛了。于是乎，傀儡部的同学开始推测眼镜男是操作失误，肯定是傀儡制造太多造成的战力下降才会失败。其他同学附和道，一定是这样的原因导致的岩石巨人自毁。果然，近战部这一次是走了狗屎运才赢下的比赛。此时观战的远程魔法部老师看穿了一切，岩石巨人压根就不是自毁。伴随着裁判示意，第2场比赛开始。刚刚的沙漠场地瞬间转化成丛林场地，而我也来到观战区域跟蕾拉会合，观看下一场比赛的对手。获取情报只是借口，更重要的是跟妹子蕾拉交流下感情。此时场上召唤部的萝莉妹子占尽了上风，她骑着的那头召唤兽在丛林里移动如履平地，而她的对手赫然是阵型部的代表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召唤各种魔法阵辅助战斗。虽然阵型部的一直被召唤部的压制，但这家伙躲避的动作倒是意想不到的丝滑。念及此，我当即起了偷师的想法，把阵型部的躲避动作融合进近身魔法中。恰逢此时边上传来蕾拉的惊呼，没想到其他魔法部的动作看起来这么快，什么时候我的近战魔法也能跟他们一样快？念及此，我好奇地询问蕾拉选择近战魔法的原因。明明其他魔法之路更有用
优势。闻言的蕾拉嘴角微微上扬，想起了那段往事。原来小时候的她被一个近战法师救了。那天她跟弟弟像往常一样在森林里玩耍，不曾想被一只凶猛的灰熊狂追了一路。正当她以为即将命丧胸口之时，一个矫健的身影猛然占据了她的视野。那个男子仅仅一拳就击倒了强壮的大灰熊，而他手背上的魔法印记赫然是近战部的标记。从那之后，蕾拉心中就萌生了一个伟大的想法，成为像那个男人一样的近战法师，帮助需要帮助的。不过现在的自己似乎没有实现小时候的理想，自己的近战魔法终究还是上不了台面。闻言的我当即否定了蕾拉的看法，只要心中有了目标，那么你的近战魔法总有一天能变得足够强大。听到我的鼓舞后，蕾拉瞬间高兴的心花怒放，两只小手甚至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好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回头望去，竟是我最好的兄弟雷欧。看到他落选远程魔法部代表后，我很是疑惑，明明这家伙可是仅次于我的远程部第2强者，不过这家伙一点眼力见没有，上来就指着蕾拉询问是不是我的女朋友。闻听此言的蕾拉当即羞红了脸，站起身离去，留给了我跟雷欧足够的时间叙旧，而我也终于有机会满足自己那该死的好奇心。紧接着询问雷欧怎么没有当上远程部的代表。虽然雷欧并不想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，但还是提醒我一定要小心远程部代表的肮脏手。我就是被那家伙给欺骗了，才会将远程部代表的位置拱手让给他。念及此，我瞬间多了一个心眼，对待这种不择手段的人绝对不能放松警惕。果然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的桌上莫名其妙多了瓶花。好在蕾拉发现了上面有着魔力波动，靠近后竟是会吸走人类身上的法力。念及此，我推测肯定是远程部代表所为。至今为止，这已经是第7个花瓶。闻此，蕾拉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没想到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，我还这么能。其实我也不想就这么忍气吞声下去，奈何对方作案的手法极其专业，硬是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追究到他。恰逢此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开门之后竟是一群可爱的小孩手捧着鲜花要送给我。原来他们也是受人所托。小男孩手指着远方，说是那个人交代他们移交鲜花的。就在蕾拉疑惑对方有可能是我的粉丝之际，手捧鲜花的小女孩脸色突然发青，伴随着鲜花缓缓掉落在地，小女孩手捂着脑袋，一股晕眩感席卷而来。此时脖子上出现了肉眼可见的黑斑。闻见此景，我很是震惊。上一世的我在战场上看到过几次这样的斑点。念及此，我猛然抬腿一脚将鲜花踹出2米半远。这玩意有毒，而且蕴含传染性极强的毒素。果然，另外2个小朋友也被传染毒发了。这家伙没想到能狠毒到这种地步。为了阻碍我，竟是将小孩也牵扯了进来。要是不及时治疗的话，这3个小孩危在旦夕。可想找到一个能治疗这种毒的医护人员，又谈何容易？就在我为寻找医护人员愣神之际，蕾拉示意我将这3个小孩交给他。原来他的依仗竟是之前被抢走的胸针。蕾拉的母亲在这上面植入了治疗魔法，伴随着蕾拉手持胸针开始咏唱，一股绿色的光芒瞬间笼罩住3个小孩。小女孩脖子上的斑点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。看到这，我欣慰地将3个小孩交给蕾拉处理，随后用法力覆盖住那束毒花，防止其扩散开来。我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玩意处理掉，否则一旦毒花扩散了，会有更多的人被传染中毒。可我终究还是高估了自己的法力覆盖，手持毒花的我依旧难逃被传染的命运。仅仅过去2秒半，脖子上便出现了黑斑。现在我也只能依靠圣树那妙手回春的生命力。为此，我带着毒花拼命朝着圣树奔袭而去。8大魔法部选拔赛半决赛就此拉开序幕。伴随着主持人抬手示意比赛开始，远程魔法部的代表掌心凝结魔法阵率先出手。念及此，我将法力凝聚于双脚之上，疯狂躲避着。观战席上，罗伯特老师和瑟提看出了我的异常，一味的防守完全不符合我的战斗风格。我也想酣畅淋漓的近身战斗，可身体内的毒素需要时间才能解除。为今之计，只好进行防御，拖延时间解毒。闻此，远程魔法部的老师很是得意，看来那个计划正在成功的进行。而此刻观战席上，蕾拉的位置空无一人，但愿那3个小孩最终平安无事。远程部的代表肆意的狂笑着，手中的远程魔法不间断朝我袭来。为躲避攻击的我消耗掉了太多的体力，汗水止不住顺着脸颊流下来。闻此，观战的同学似乎看到了比赛的结局，纷纷认为近战部的我没有办法完成反击。与此同时，远程部的代表猛然加大了攻势，竟是又凝聚出个魔法阵，狂轰滥炸。这一次我退无可退，只好双手格挡在胸前，凝聚出防御罩来抵挡。伴随着防御罩的应声碎裂，火焰魔法猛然在我身前爆开来，热浪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待到烟雾散尽，我2条手臂再也找不出一处好的地方。远程部的家伙更是肆意的嘲讽我：“你用那双受伤的手还怎么跟我打？”没想到这家伙的打法竟是这么的稳妥，持续用远距离魔法打击我，不让我靠近。可这家伙后续的攻击全都击打在空处，扬起滚滚浓烟。与其说是攻击，不如说是赤裸裸的挑衅。对方似乎是看出了我心中的疑虑，但他并没有回应我，而是示意我看看自己的脚下。只见我周边的立足点全都消失不见。原来对方一开始瞄准的就是岩浆上的巨石。只见对方双手凝聚着法力，开始咏唱最后一击。罗伯特老师和瑟提看着这一幕很是担忧，这一击要是不出意外的话，胜负已分。就在对方自认为胜利在望之际，意外终究还是发生了。蕾拉突然出现在观战席上，为我摇旗呐喊。胸针的治疗效果确实强大，3个小孩现在都度过了安全期。念及此，我嘴角微微上扬，瞬间松了口气。我总算不用分心去担心他们了。伴随着我将法力专注于治疗力之上，我体内的毒素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是近战魔法一种物理刺激的用法。
刚刚的战斗中，我一直在刺激细胞分解毒药，所以在对方忙着攻击岩浆上的巨石之际，我已经悄摸摸完成了解毒的过程。然而对方丝毫不慌，毕竟这种情况下神仙来了也无法扭转战局。下一刻，他直接祭出大杀招烈焰龙卷，狂暴的热量席卷而来，封住了我的路。念及此，我双手持剑，将剩余的法力全都灌注于这一剑之上，找到对方烈焰龙卷法力流转最弱的一点，一剑斩出，强行将烈焰龙卷回击了过去。闻此，对方彻底疯魔，双手齐出，再次凝集出雄厚的魔力，竟是硬生生将烈焰龙卷的魔力波动抵挡掉。也就是这一耽误的功夫，我将法力凝聚于双脚之上，跨越了岩浆。你该不会以为这个距离我跳不过来？一剑挥出，对方瞬间爆衣吐出2两番茄汁，片刻之后他轰然倒地昏死过去，我也因此拿下了半决赛的胜利。闻此，罗伯特老师惬意地点上一根蚊香，不愧是我们近战部的代表。这时观众席上的同学指着我脚底很是震惊，没想到巨石突然碎裂，我跟对方同时失去了立足点，止不住下落的趋势。这时我猛然发现对方已经失去了意识，这样下去他绝对会掉入岩浆之中。念及此，我赶忙将法力专注于脚上，借着空中的岩石落脚点一个加速，总算在靠近岩浆20公分处止住了对方下降的身形。就在我拉着对方的脚苦苦坚持之际，召唤部的那只召唤兽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并成功带着我们摆脱了危险。闻此，观众席上的同学们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。看来召唤部的萝莉很受大家的欢迎。看着召唤兽跟萝莉合作无间的亲密程度，看来接下来的决赛会是一场苦战。上一世我就是从他手上夺走选拔赛的冠军，这一世我定将再续辉煌，再一次蜡闪翠华。这时观众席上的同学吓得尿不湿都湿了，近战部竟然晋级到了总决赛，也许这跟上一场比赛都不是侥幸，近战部这一次真的有可能成为赛季黑马勇夺冠军。就连校长也不禁看着我点了点头。这小家伙上次说想学我的魔法，看来并不是空穴来风。与此同时，远程魔法部的老师气得后槽牙都要咬碎的。上一次我选择近战部就打了他的脸，这一次他远程部的代表用了阴招还是败给我。气不过的他甚至对我比了个国际友好手势。片刻之后，我回到了观战席上寻找蕾拉的生力。在得知3个小孩都在医务室里待着，我也完全放下了心。这时我的战斗直觉疯狂地预警着，一股冰冷且充满着杀意的魔力波动席卷而来。可我找了一圈，始终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蕾拉看着我这异常的举动，很是疑惑，并询问我是否发现了什么。闻此，我否定了他的看法。那股不祥的魔力波动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而我不知道的是，此时比赛场地上空正凝聚着黑色的魔力。大魔法部总决赛震撼来袭，极负盛名的明星选手召唤部萝莉，而我则是后来居上的赛季黑马近战部新秀。自从察觉到比赛场地那股神秘的魔力波动后，我开始秘密特训，确保拿下选拔赛冠军，但必须要在1周内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才行。为此，我找来了近战部最强的男人罗伯特，而罗伯特还有一个令人神往的称号——彗星之拳。这是上一世流传在魔法军团的传说。彗星之拳是一个极负盛名的近战法师，传言一拳足以秒天秒地秒空气秒神龙。然而在我参军之前，彗星之拳就退伍，所以迎战魔神撒旦之时，我俩无法并肩作战。可今天我却有幸遇到了彗星之拳本人指导我学习近战魔法。念及此，罗伯特无奈地摸了摸头，他已经很久没被人叫做彗星之拳了。可我十分清楚，罗伯特即使退役，但在我遇到的所有近战法师中，他绝对是最强的，没有之一。为了获得足够强大的力量守护身边的人，我必须说服罗伯特传授我传说中的那一招。在得知我想要变得更强是为了保护身边的人后，罗伯特久违地露出了会心的笑容。你这家伙果然跟我当年一模一样，憧憬力量而又敬畏力量。话罢，罗伯特示意我看清楚接下来的每一个动作，因为这一拳帅，将法力源源不断汇聚在拳头之上。当法力达到临界点的时候释放出来，但由于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汇聚法力，严格意义上并不适合选拔赛那种1对1的比赛形式。但我并不在意，没有机会那我就想办法创造机会出来。很快，罗伯特带着我开始训练彗星之拳。接下来的1周里，森林里回响着此起彼伏的爆声，伴随着我最强的一拳轰出，我的法力瞬间消散。这是至今为止最接近罗伯特的一拳，没有之一。闻此，罗伯特惊得冷汗直流。这小子竟是在1周时间内记住了所有的技巧。当年的我可是足足花了2年才学会。待到烟雾散尽，一拳之威的强大显露无遗，而我也给这一拳起了个极其拉风的名字——龙拳。很快迎来了选拔赛总决赛的震撼开场。主持人慷慨激昂的演讲过后，双方选手闪耀登场，欢呼声最高的明星选手召唤部萝莉，后来居上的赛季黑马近战部的我。而比赛的场地变更为女神的废墟，场上到处遍布着残垣断壁障碍物。而考虑到决赛双方选手的战斗力，学院的队形部老师更是设置了一个强大的屏障，防止误伤观众。这样一来，我便能放开手脚施展那招强力的龙拳。随后我看向观战席上校长所处的位置，但愿到时候他能信守诺言，教我左手的神秘魔法。比赛开始后，召唤部萝莉单手一招，身后的次空间一只萌萌哒的宠物闪现而出，而它赫然是萝莉的半生召唤兽小可。刚一登场，小可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，却被我侧身躲过这发冰雪吐息。糟糕的是，整个比赛场地被屏障笼罩住，这冰雪吐息的冰冻效果获得了巨大的提升。可萝莉并不打算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，示意小可火力全开，接着释放冰雪吐息。念及此，我丝毫不敢大意，将法力覆盖在身体表面，提升基础属性，一顿操作猛如虎蛇行走位，一一躲过。眨眼间已然欺进萝莉和小可身前。
手背上的魔法印记闪烁凝聚出法力长剑，一剑挥出命中目标。小可避无可避，用脸挡下了我这一整击。可萝莉仅仅只是抬手治疗了2秒半，小可脸上的伤痕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。闻此，我一个后撤步迅速拉开距离，看来只有使出龙拳才能击败对方。可刚刚的一击却彻底激怒了这个人畜无害的魔力。下一刻，他单手指天配合小可释放出滔天的魔力，眨眼间脚底冒出了冰冷刺骨的寒气。更糟糕的是，这股寒气瞬间席卷全场，竟是在整个地面上覆盖上了一层薄冰。果然，这屏障就是一个坑，局势瞬间变得对我极其不利。我必须在短时间内解决掉这场战斗，不然迎接我的只有冻成冰雕的下场。为此，我当即取消掉了法力长剑的魔力释放，在躲避攻击的同时，悄然将法力汇聚在拳头之上。可一直打不中我的萝莉瞬间急了眼，单手一招竟是召唤出了另一只神虫小魔。闻此，观众席上的色题吓得尿不湿都湿了。没想到小小的萝莉竟然拥有2只召唤兽，就连见多识广的罗伯特也满脸的不可置信。小小的召唤部竟是出了这样有实力的人物。此时场上的我局势不容乐观，小可小易从2个方向袭来，将我赶到死角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猛然一个后跳躲开了攻击，随后抓住对方处于攻击后摇的僵直反击，用肘击将他们一一击退。而接下来就轮到我的回合了，这就是我的王牌。闻此，萝莉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2只召唤兽会败。然而现在后悔已经晚了，我右拳之上的法力凝聚即将达到峰值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场比赛我赢。然而意外终究还是发生了，萝莉脖子上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符号，下一刻滔天的魔力从体内喷涌而出。念及此，萝莉捂着脖子痛苦地嘶吼着，可这股魔力却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竟是上一世差点灭掉我的那个男人魔神撒旦。本可以全身而退影响比赛，却为了心中的正义差点命丧入土。好在生死存亡之际看透了一切，最终还是下定决心使出了那一招。就在刚刚，萝莉身上涌出一股不祥的魔力，席卷全场。紧接着，萝莉的2只召唤兽神情很是痛苦，似乎在竭力抵抗着那股恐怖的魔力。而我意外发现，这魔力跟魔神撒旦的如出一辙。萝莉双目圆睁，眼泪止不住流下来，她紧咬牙关，试图抵挡住魔力的入侵。然而这一切的努力都在一声怒吼中付诸东流。随着萝莉抬手指天赐空间开启，充斥着不祥魔力的召唤兽夺门而出，整个身子全是诡异人头的怪物，长着3个一模一样头颅的3头地狱犬，看似普通，其实危险性极高的3眼狐狸，拥有刀锋般尖角的汗血宝马。只见多头怪人手持宝剑朝我发动了冲锋，而3头地狱犬在周边游离，压缩着我走位的空间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瞬间打乱了我的计划，刚刚积攒完毕的龙拳还没释放就消散了。就在我愣神之际，萝莉原先的召唤兽小易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一个爪击将我狠狠按在了女神废墟的柱子上，力量之大更是将柱子拦腰折断，我无力的瘫软在地。仅仅只是一击，地面皲裂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待到烟雾散尽，我的右手已经抬不起来。念及此，我赶忙将法力专注于治疗效果上进行恢复。萝莉痛苦地闭上了双眼，死死扼住自己的脖子。很显然，她正在跟体内的不祥魔力争夺身体的控制权。此时的我将法力专注于脚上，一脚踢飞了离我最近的地狱3头犬，紧接着以极快的速度朝着萝莉方向奔袭而去。我必须打晕她，帮她摆脱不祥魔力的控制。这时，一声清脆的水滴声打破了战斗的宁静。萝莉泪流满面地看着我，示意我赶紧离开。这也是她清醒之后说的唯一一句话。念及此，我猛然停住了前进的脚步。就凭这一句话，我必定要帮他摆脱不祥魔力的束缚。我一个侧身闪过地狱3头犬的正面攻击，转而攻向体型最小的3眼狐狸。柿子肯定要挑软的捏，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。就在我击晕3眼狐狸后，汗血宝马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。念及此，我将法力专注于双臂之上，双眼死死盯着汗血宝马头顶的尖角，伴随着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抓住那2个尖角，手臂之上的血管当即爆裂，鲜血喷涌而出，这是力量爆发到极致的体现。而汗血宝马那极大的体型也被我强行抡飞，可我终究还是低估了汗血宝马的体重，这家伙压得我青筋暴起，双目圆睁，很是痛苦。念及此，我寻找着其他3只召唤兽的踪迹，并将汗血宝马当作投掷物砸向他们。可连番的战斗让我的体力消耗得太快，力竭的我站在原地大口呼吸着。恰逢此时，我的战斗直觉正疯狂地发出预警，回头望去，刚刚被击晕的3眼狐狸已经恢复了意识，这家伙的第3只眼竟是化为一把骨刺，从我的右腿之上直接穿透了过去。随着3眼狐狸骨刺的拔出，我也因此失去了行动力。此时观战席上的罗伯特再也坐不住了，他看出了后面出现的4只召唤兽不属于萝莉的魔力，念及此，他大声呼喊着阵型法师的名字，试图解开屏障，阻止这场不公平的比赛。然而没人知道的是，阵型法师正无力瘫坐在地上，此时的他双眼耷拉着，完全没有一丝的神色，脖子上一个魔法印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而操纵这个魔法印记的赫然是这个神秘人。怪不得罗伯特的呼喊无人搭理。另一边，罗伯特看着场上的局势已经变得不可控，念及此，他离开了座位，寻找着阵型法师的身影。可他仅仅只是走出了2步，却又被场上的战斗吸引住。此时的我呆愣在原地，无法动弹，右脚之上被骨刺洞穿的伤口滴落着血液。而萝莉驱使着召唤兽大军朝我奔袭而来，冲在最前面的是萝莉的半生召唤兽小可。眨眼间，小可已然欺近我的跟前，紧接着他张开那散发着腐臭的血盆大口，对着我的左臂竟是毫不犹豫地咬了上去。一瞬间，骨裂声不绝于耳，充斥整个比赛场地，伴随着小可猛然加重力道，死死咬住我的手。
血液如泉涌般喷射而出，震惊全场。吃痛之下，我更是发出沉重的嘶吼，双眼圆睁，猛然吐出2两番茄汁。可重活一世的我怎能在这个地方倒下？手背上的近战魔法印记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我本想只是击晕召唤兽救下萝莉，看来我还是高估了自己的控制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放手一搏，全力一战，都给我跪下！这就是倾注我所有力量的一拳——龙拳。我以一人之力粉碎了魔神撒旦的阴谋，操控萝莉的幕后黑手即将露出真面目。就在刚刚，我一发龙拳轰散萝莉所有召唤师。待到龙拳冲击波消散，萝莉失去召唤兽的支撑掉了下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在萝莉下方，在她即将接触地面的瞬间救下了她。此刻萝莉已经失去意识，完全昏死了过去。幸运的是她还活着，要不然我刚刚的龙拳可就背锅了。闻此，同学们都惊呆了，没想到我竟然成为了战到最后的那匹黑马。伴随着主持人激动人心的宣布最终赢家，我代表近战部拿下了8大选拔赛的冠军。闻此，校长一脸欣慰地看着我。要知道近战部已经有100年没有出过成绩了，真是个有趣的小家伙。这家伙的眼神透露着对我左手魔法的渴望。近战部的同学们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同为近战部的他们竟是看不穿我的最后一拳。蕾拉和瑟提更是由心的为我高兴，看到我拿下冠军，简直比他们自己获胜还得劲。黄毛早已兴奋的说不出来话，这家伙买我赢，直接报了个大冷门，赚翻了眼睛。没人注意到场地的另一边，神秘男子对这场比赛的结局很是不满。他开始后悔低估了我的实力，念及此，他掌心凝聚火球，决定清除所有的痕迹，首当其冲就是把阵型部的老师干掉。可下一刻，神秘男子眼神一凝，改变了主意，他慢慢散去了凝聚而成的火球，随后一指点在阵型部老师脖子的魔法印记上。另一边，罗伯特以风驰电掣的速度朝这边赶来，可等他到达后，只看到了倒地不起的阵型部老师。幸运的是，阵型部老师还有口气，只是晕死过去了。与此同时，比赛场地的防护罩慢慢消散。就在我疑惑防护罩为什么突然消散之际，校长从天而降，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。他看穿了萝莉昏过去更多的是因为召唤兽被击散。闻言的我告诉校长，萝莉有可能被人操控。校长蹲下身来查看一番，给予了肯定。他从萝莉身上探查到其他魔法印记的残留。紧接着，校长对我的表现很是满意，只因我打破了近战部100年的记录，创造了辉煌。他也会遵守跟我之间的诺言，将左手那神秘的魔法传授于我。话音刚落，我很是满意，就连伤口都不疼。没有什么其他奖励比这个更适合我。随后，校长起身离开，并示意我明天单独前往他办公室洽谈。片刻后，我来到医务室处理战斗中留下的伤，很快外伤都被医生小姐姐包扎得严严实实，然而内伤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彻底康复。这时门外传来了熙熙攘攘的声响，紧接着罗伯特带着蕾拉、瑟提和3个小朋友冲了进来，看到我身上的伤无恙后，他们悬着的心也随之放下，随后就来到庆祝环节。没想到蕾拉竟是开心的像个小孩，就连瑟提也不再是那副冷冰冰的模样。我得到冠军，让这座冰山直接化开。很快一阵寒暄过后，瑟提、蕾拉带着小朋友先行离去，而罗伯特则留了下来。原来撑起保护罩的阵型师竟是被人控制住，而且萝莉现在虽然处于昏迷状态，但她一旦醒来必定会被学院那边问我。说罢，罗伯特更是提醒我接下来要小心，这一次的事足以证明我已经被别人盯上。闻言的我肯定了罗伯特的看法，我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查出幕后黑手。到了晚上，萝莉的病房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而萝莉躺在床上昏死过去，全然不知外界情况。只见神秘人手中凝聚着魔法，朝着萝莉缓步走去，他竟是准备抹杀掉萝莉，清除掉留下的痕迹。就在魔法球即将击中萝莉的紧张时刻，一个身影以极快的速度冲了出来，我手持法力长剑一剑挥出，切开了魔法球。我眼神一凝，看着神秘男子很是不解，没想到这个跟魔神撒旦有关的幕后黑手，竟然会是我的好兄弟雷欧。8大选拔赛幕后黑手浮出水面，可找出真相的我却高兴不起来，只因神秘男子竟是我最好的兄弟。念及此，雷欧很是震惊，他自认为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，我也不愿意相信雷欧是幕后黑手，可事实就这么摆在面前。闻此，雷欧索性也不装了，他示意我到外面去聊聊。这个病房里充斥着药物的气味，随后雷欧在前面慢悠悠的带路。然而走在身后的我即将控制不住自己，可总决赛的内伤还没有恢复，贸然出手我定不是雷欧的对手。雷欧戏谑一笑，回头望向我，幕后黑手的身份暴露令他很是在意。其实早在祝福仪式那会我就有所怀疑，只因以你的性格定不会无缘无故消失不见。当然让我怀疑加深的是你失去了远程部代表的参赛资格，以你的实力不可能会输给远程部的其他人。直到刚刚在萝莉病房看到我对你的怀疑才得到证实，你身上的魔法气息跟那个男人的如出一辙。邪恶的魔神撒旦，我永远也忘不了这股魔法气息。毫无疑问，雷欧就是魔神撒旦的直系下属，故此我必须在这里阻止他，绝不能让他再继续为恶干扰学院秩序。我定将用手中的法力长剑改变未来魔神降临。可法力长剑竟是在雷欧身前慢慢溃散，这种无力的感觉就跟上一世那时候一模一样。所有远程魔法都对魔神撒旦造不成一点伤害，没想到雷欧竟是被魔神撒旦祝福的，远程魔法同样对他不起作用。伴随着我再次扬起法力长剑，仅仅只是被他手心的魔力接触到便失效。念及此，我一个瞬身闪现到他背后，只要从他视觉死角进攻便能奏效。没想到还没接触到他身体，法力长剑直接溃散。闻此，雷欧一脸淡然，回头望向我，抬手就是一发火球，猛然将我击退数米远，在地上滑行了10几米才停下脚步。雷欧自信满满，他的远程魔法可不是远程部那个废物能比拟的，所以你今天就永远长眠于此地吧。雷欧只是单手一招，
刚刚的魔法波动竟是穿透了我右腿，我无力瘫倒在地上。这下局势变得不容乐观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依旧不会就此屈服。缴费了而已，我还有大杀招龙拳在手。雷欧面露凶光，发出狰狞的冷笑。他早已厌倦了这个无趣的世界，掌心凝聚出魔力，准备结束掉我的生命。念及此，我猛然从地上站起。未经之计，也只能用出最后的龙拳绝招。剩余的魔力也只够我使用一次龙拳。必须找到上一世对魔神撒旦造成伤害的感觉。然而雷欧的魔法施法速度极快，我的龙拳还未蓄力完成，雷欧的远程魔法已然欺近我跟前。就在这危急时刻，白色的火焰猛然占据了我的视野，而他的目标赫然是正在施法的雷欧。闻此，雷欧仅仅只是一个抬手，竟就让白色火焰寸寸溃散。很显然，出手的便是屋顶上的龙形怪物，来人竟是校长，而刚刚出手的赫然是他的召唤龙。只要给我个蓄力的机会，我就能用龙拳轰出一片天。就在刚刚，一发白色火焰就下落，而出手的赫然是校长身后的白龙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校长顺着魔力波动找到这里，他对我很是抱歉。刚刚要是晚来一步，我也许人就没了。话罢，校长眼神一凝，看着雷欧。这个人就是选拔赛事故的幕后黑手。可当确认是雷欧之后，校长神情开始凝重起来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校长真不想跟自己的学生开战，可为了学院的安全，校长不想战也只能战。浑厚的魔力席卷全场，差点让我睁不开眼。校长缓缓抬起右手，开始咏唱祭母。伴随着他右手猛然向前一挥，白龙张开血盆大口，就是一发火焰吐息。恐怖的威压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可接下来的一幕却令我呆愣在原地。雷欧仅仅只是挥了挥手，张开一个防护罩，竟就让威力巨大的白色火焰直接溃散。而这恰恰是魔神撒旦赋予他的能力——远程魔法无效化。闻此，校长很是震惊，没想到远程魔法无效化真的存在。这是记载在学院图书馆里的一段预言。当未知的黑暗力量被唤醒时，整个世界将被灾难吞没，而魔法无效化就是未知的黑暗力量之一。故此，黑暗力量加深的雷欧内心极其膨胀。雷欧掌心魔力凝聚，开始咏唱魔法，而他汇聚的赫然是3种不同的元素属性。更关键的是，还以完美的比例融合在了一起。闻此，我满脸不可置信地望着雷欧，没想到他竟是施展出了传说中的3元素融合魔法。另一边，校长同样闭眼开始蓄力。就在他睁眼的那一刻，竟是开启了动态视力。恰逢此时，雷欧的3元素融合魔法已经到了最后一步，砰的一声响，瞬间炸裂，并开始无差别攻击。这时校长开口示意我向右走2步，看着这席卷而来的漫天魔法弹，我顾不得思考，向右走了2步，竟是躲开了攻击。而校长直接在魔法弹雨中如履平地的走。看到魔法弹被躲开的雷欧急眼了，他后悔应该毫不犹豫直接攻击的，可动态视力仅仅是校长实力的冰山一角罢了。念及此，雷欧索性不再保留实力，一声暴喝，滔天的魔力席卷全场，整个空间开始震颤。这股气息我永远忘不了，正是魔神撒旦的力量。变身完毕的雷欧仅仅只是摊开了手，竟就让校长感受到了一股危机感。这一招要是在地面爆发的话，整个学院必将毁灭。故此，校长当即咏唱起飞行魔法。在飞行魔法的加持下，校长跟着白龙一起升空，只有这样才能将对学院的伤害降到最低。雷欧对此并没有理会，在哪里战斗对他来说都一样，而且对方在空中更难躲避他的远程魔法攻击。白龙不甘示弱，一发火焰吐息迎了上去。可就在双方魔法攻击汇聚的那一刻，雷欧的魔法弹竟是以势不可挡之势冲破火焰吐息，躲闪不及的白龙硬生生吃下了雷欧的魔法弹，直到白龙被魔法弹完全轰散回到召唤空间。雷欧看着这一切很是满意，这一场对拼毫无疑问他赢了，就连校长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老。现在的天下属于年轻人的。可下一刻烟雾散尽，我的身影猛然显现出来。雷欧这才知道白龙是为了掩护我奇袭做出的牺牲，但他双手一招直接释放出防护罩。可惜的是，我的龙拳已经蓄力完成，我将用这次攻击来证明近战魔法的强悍之处。雷欧呵呵一笑，很是淡然。没有任何魔法能够突破这个防护罩，可他的笑容仅仅持续了2秒半。下一刻，随着防护罩的碎裂戛然而止，而这便是我的龙拳。只要我的龙拳足够，就能在远程魔法无效化之前击碎防护罩。待到烟雾散尽，雷欧无力瘫倒在地上，失去了气息。果然，近身攻击真的能绕过魔法无效化的反应时间。我很庆幸这一世选择了近战魔法。紧接着，我跟校长商讨着关于雷欧的处理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了雷欧的声音：“这一拳真疼啊！你总是能出乎我的意料。”没想到雷欧受了我的龙拳，竟然还站得起来。他缓缓抹去嘴角的血迹，紧接着暴喝一声，在胸前形成一个魔法弹，并以极快的速度朝我袭来。念及此，我掌心凝聚出法力长剑。可就在接触魔法弹的那一刻，手中的法力长剑寸寸皲裂，而我也因此完完全全承受住了魔法弹的攻击，直接将我轰飞到墙上，力道之大更是直接将墙体轰碎。我无力的瘫倒在地。刚刚的魔法弹融合了魔法无效，可身体的疼痛让我的意识渐渐消失，竟是让我回想起以前跟雷欧一起训练的时光。伴随着雷欧一发魔法弹精准击中靶心，他扬言这个范围命中靶心就跟喝水一样简单。那个时候的我可是远程魔法部的天才，可现在雷欧竟是准备一发魔法弹轰爆我的脑袋。下一刻，我恢复意识，猛然惊醒，我竟是躺在了病床之上。蕾拉告诉我已经昏迷了整整3天时间，可比起身体上的伤，我心理上的伤才是最致命的。我竟是再一次败给了魔神的力量，上一世死在了魔神撒旦手里，可重生到这一世再次败给了雷欧的魔神力量。
蕾拉察觉到了我这一次输得很惨，她试图开导我。就在这时，我猛然惊醒，我赶忙询问蕾拉校长怎么样。在得知校长安然无恙在办公室后，我当即准备起身前往。闻此，蕾拉请求我不要乱动，不然我身上的伤口肯定会崩开。念及此，我示意蕾拉不用担心，但我有不得不去见校长的理由。我答应，我定会好好照顾自己。另一边，校长正在办公室里召开会议，他将雷欧的事告知了8大部的主任老师。就在他们散场准备接下来的行动之际，我推门而入，刚好跟他们撞了个满怀。看到我醒来后，校长很是欣慰，可远程部的胖子却对我有着异样的目光。这时罗伯特示意我一定要振作，看样子这一次你输得很惨，大家都很担心你。话罢，他表示后面找时间好好聊聊。随后我径直走到校长的跟前，我很是好奇在我昏迷后发生了什么，可一激动却扯到了身上的伤口，顿时脚步不稳踉跄了一下。原来在我昏迷之后，雷欧也因那一击用掉了太多的粉。念及此，他撕开了一道时空裂缝，在那之中的红色眼睛散发出摄人的威压，而他也准备通过时空裂缝撤离学院。校长本想出手强行留下雷欧，可裂缝之后的眼睛却令校长心生寒意，也只能从长计议让雷欧离开。听到这，我猜测裂缝后的眼睛就是魔神的力量。校长好像看出了我知道点什么，他神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，并希望我将知道的都说出来。我没得选，只好一一和盘托出。校长抬手对我比了个耶，竟是要跟我的龙拳碰一碰。没想到第一局就输给了校长，而且还是连着3局全输。原来校长的眼睛能预知到几秒后的未来。就在刚刚，校长察觉到了我的不对劲，他怀疑我知道这次袭击事件的内幕。正当我思考着如何回答之际，校长一把扯下左手的白色手套。他的怀疑源自于左手的神秘魔法，除了他自己以外，我是唯一知道这个魔法存在的人。所以你能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吗？可我并不是不想说，总不能说我是来自于10年后的未来吧。就在我思索着如何让校长相信我之际，校长看出了我的坐立不安。你有什么理由不能谈论这件事吗？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开口谈论穿越一事。就在这时，我猛然惊醒，想到了一种可能。我赶忙示意校长检查一下身上的时空项链，果然，校长震惊的表情验证了那种可能。时空项链此刻暗淡无光，此刻上面的祝福已经消失不见，这也意味着它已经在其他时间线上被使用，而使用了时空项链祝福的便是10年后的我。伴随着我将10年后的未来告知了校长，他得知了自己将会被暗杀，并且魔神撒旦将毁灭这个世界，但他更清楚我肯定经历了强烈的遗憾，只有这样才能激活时空项链祝福的力量。而重生后我一直承受着如此悲惨的命运，故此校长决定从现在起成为我的力量，这也意味着我能学习到左手的神秘魔法，从而阻止10年后魔神撒旦毁灭世界。校长告诉我，左手的魔法不属于任何现有体系，这是凌驾于所有魔法之上的精神魔法。随后校长示意我到其他地方聊聊这个，没想到这个地方赫然是我经常训练的生命之树。而精神魔法顾名思义，就是用魔法作为媒介将自己与灵魂融合的魔法，它不同于现有体系的魔法，组合多样化是它最大的特性。话罢，校长决定用实践来演示精神魔法。校长眼神匿名，竟是开启了动态视力，这种感觉就像跟雷欧战斗的时候一样。紧接着校长对我比了个耶，接下来将会用剪刀石头布来做演示。可第一局我的石头被校长布包掉，校长举起一根手指示意我不要灰心，可第2局我的布还是败了，就连第3局也是没有任何悬念的败下阵来。我看着只打战的右手开始怀疑人生，可校长却告诉我这是他眼睛的力量，能够预知到未来几秒钟，故此要是能融合风的灵魂，那就拥有了飞翔的能力，而融合水的灵魂更是可以成为移动的消防车。关键是这个精神魔法还跟近战魔法极其契合，可校长却告诉我这需要与灵魂签订契约，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个初始步骤要完成。话罢，校长闭上眼睛给我演示，校长的身体表面竟是亮起祥和的绿光，原来灵魂无处不在，但必须清空思想才能与自然融合一体。紧接着我闭眼尝试想象，此刻学会精神魔法对抗魔神撒旦的念头油然而生，伴随着落叶缓缓飘落，校长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没想到我竟是连入门都没有做到，这样还谈什么10年后打败魔神撒旦保护整个世界？校长解释可能是我心中的愤怒导致的，而想跟自然融为一体需要一种内心平静的状态，这也意味着完全放开思考，只是单纯的去感受自然。这时校长拍了下我的肩膀，示意不要急，他推测我能在5年内掌握精神魔法的力量，毕竟当年的他也花了3年才掌握，但我等不了5年的时间，因为魔神使徒的袭击时间充满了未知。听说他们和魔神撒旦来自同一个世界，而且每个人都拥有不同于魔法的神奇力量。雷欧的则是令魔法无效化的分解魔法力量。10年后，我曾经跟一个魔神使徒交过手，还好凭借远程魔法的攻击优势才打了个平手。而这个世界肯定还有着其他的魔神使徒存在。校长对我的担心表示理解，但是学习精神魔法不能操之过急。话罢，他示意我参加地下城的联合训练锻炼自身。罗伯特接下来会给我详细解释注意事项，而校长希望我在那里找一个机会超越自己的极限。随后，校长让我接下来调整好自己的身体，因为那个地方充满了无尽的危险，而这也意味着新的篇章就此拉开序幕。